打不赢两场战争，美军不敢直接介入俄乌冲突，只因背后有中国。大家好，我是薛云华，欢迎收看云华观点。美国为何不愿意介入乌克兰呢？说到底是惧怕中俄联手行动，美军没有能力两线作战。今天我们聊聊这个话题。时间一晃，俄乌冲突已经过去了大半年了。此前很多人都在观望，想要看到美国被拖入这场战争，正好也验证一下美军和俄军正面交锋会是什么样的结果。而事实上呢，美国政府和军队对俄乌冲突的反应非常的平淡，无论是白宫还是五角大楼都多次表示美军不会直接介入俄乌冲突。于是有人说美国认怂了，不敢和俄军开战，这样理解正确吗？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。大半年打下来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俄军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强，勉强只能和乌军以及乌军背后的北约打了个差不多。既然如此，美军为何不愿趁此机会下场去收拾一下俄军的残兵呢？道理很简单，美军不愿意冒两线作战的风险。这次佩洛西竄台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，已经引起中方的强烈反应。而中国军队拥有强大的陆海空军力，不是俄军简单的多少辆坦克可比的。所以五角大楼必须将精力集中在亚太地区，而不是乌克兰。乌克兰不能不管，但只需要借助北约的通道援助资金武器就可以了，不需要调动更多的美军的力量。美军已经保护欧洲保护了几十年，该让欧洲自己去面对俄罗斯的怒火了。而美国人有更大的目标，就是想要遏制中国的崛起。美国身为全球的军事霸主，其建军的目标就是能够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。而这局部战争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呢？对手究竟是谁呢？美国从来没有明确定义过。通常意义上讲，人们都认为美国有能力同时打赢两个地区的强国或者是中小国家。美国人能同时在两个战场打赢中俄，你觉得会有可能吗？就连美国人自己也不会相信。按照五角大楼的报告，如果同时和中俄开战，美国需要50个陆军战斗旅、400艘战斗舰艇、1200架各类战斗机和36个海军陆战营，这完全超出了美军的现役兵力，几乎就是无法实现的任务。所以如果美军投入乌克兰，万一解放军在台海开始行动，以美军的亚太常驻兵力，根本就无法阻止解放军的行动。所以美国现在的态度非常明确，无论俄罗斯做什么行动，除非俄罗斯大胜，美国不会再对俄出手，必须把欧洲人武装起来，然后站到对抗俄罗斯的第一线，让俄罗斯陷入长时间的军事冲突和经济封锁中，从而一蹶不振。而美国则将目光集中到亚太，集中到中国的身上。此时此刻，我们可以感觉到中国真的强大了，中国军力真的强大了，美国再也不敢小看中国。中国已经超过了俄罗斯，成为唯一能和美国扳手腕的强国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壮大自己，发展自己。等到有一天美国连单独面对中国都没有勇气的时候，就是美国全球霸权崩溃的那一天。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，下次见。